只掐自家饭。本节目由 Testway 值不值得买淘宝店铺独家养活着。那我们的 iPhone 14呢，马上就要研发了，两位有什么想法可以促进一波销量啊？我觉得得把刘海改了，咱刘海用这么多年了，得兑现 iPhone 10的承诺。改可以，但只能改一点点，在延续我们一种刘海卖4代的传统上，把原来的刘海缩小一点面积，并且下移，让 iPhone 14 Pro、Pro Max 专属，再加2种新的配色，来提升一下销量。搞个窟窿，用户能接受？刘海不也接受吗？什么？窟窿是挺能接受的，但我们可以对它做一些包装啊。怎么包装？让咱们公司那帮优秀的设计师围绕着它把动画做一做，再取个名字叫灵动岛。行啊，手机不好好做，搞这些歪门邪道，还在这津津乐道，到时候手机卖不好，咱都得穷困潦倒。这是 iPhone 14 Pro Max， 正面和老款的 Pro 系列唯一的区别就是这个灵动岛，刘海与边框分开了一点点，就是那种足以让旁人识别到你换了新手机的一点点。它有什么作用？显示即时状态，比如屏幕解锁、连接耳机、开始录屏、面容支付。它还可以成为某些后台应用的快捷方式，例如音乐、导航、视频、通话，或是音乐加导航、导航加计时、计时加视频都没有问题，并且第三方爱啪啪适配很快跟上，很多都可以登岛了。似乎我忘了一件事，这灵动岛的位置根本不好点。在之前的 iPhone 上，即便高高在上的控制中心、通知中心，我也能用一个简单的手势让他们下来。而到了14 Pro， 我依然能让他们下来，除了灵动岛。因为我们都知道，灵动岛是用来美化这个窟窿的，不是用来给我们提供便捷的。所以我可以完全忘记这个区域是可以点击的，这并不影响我使用这台手机，反而还能保持前置摄像头的清洁。当然，我也不希望苹果为了点击出个什么灵动双岛或者灵动长岛，救命，这我可真受不了。如果他只是老老实实在这里待着，我和他本可以井水不犯河水。不过在下拉通知界面时，原本只用从刘海区域下滑的手势被灵动岛这么一挡，要么贴着边滑动，要么从最左边滑动，成功率是大大减少。这种感觉和 Touch Bar 有异曲同工之妙。原本熟练的操作，在增加一个没有什么卵用的功能之后，变得十分笨拙，属实有点脱了裤子放屁的意思。即便美化的再好，全屏显示游戏、视频时依然无处遁形。靠这玩意儿能赚钱？只要能辨别出是新 iPhone， 就能赚钱。嘿，你瞎说什么大事？你别瞎说，再好好想想。其实我早就想好了，我们搞个全天候显示。那不是安卓玩剩下的吗？哎，不能这么说，我们靠着 A16 和 OLED 搞个全彩全天候显示，这可没人做啊。哎，这个主意还算不错。哎，不对，我们哪儿来的 A16 啊？同样的架构再做一个，发布会的时候我们拿它和 A13 比，达到视觉上的性能大幅度提升。这个全天候显示，我觉得确实比灵动岛有用很多。配合 iOS 16的锁屏界面，我能时刻了解手机的状态，不用点击唤醒。解锁时，无论手机处于什么姿势，看它一眼，直接上滑就能解锁。用了它，台腕唤醒什么的就别来沾边了。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了，这玩意一直亮着屏，它不耗电吗？耗电是耗电，对于14 Pro Max 来说，这点消耗可以。开启全天候显示，早上7点半让它与我自行购买的充电器分别，主要是视频、聊天、支付、待机、使用浏览器。晚上12点02分还剩1%的电，16小时32分钟。外出徒步，极其频繁拍照拍视频，别人的手机早早连上了充电宝，我却依旧坚挺，整整用了8小时43分钟。对于我的生活作息，它的电量绰绰有余。当然，全天候显示也不是单纯傻亮，会根据环境亮度进行调整。在裤兜、包里就会自动关闭，
晚上熄灯睡觉，它也会偷偷休息。那如果这些电量全部用来打游戏呢？喂，迷糊哟，上中。对于 Pro Max， 我们就不要对它手下留情了。原神画质最高，帧率60，开搞。掉电很均匀，基本上每半小时掉电10%。如果不插电一直玩，能玩上4个半到5小时。游戏过程中发热还算可以接受，冬天当不了暖手宝。有时会有轻微卡顿，往往来自于转换场景。跑图，卡顿问题就能缓解。对于我这样的游戏菜鸡，基本上不可能一次干4-5个小时的游戏。等电量耗尽，它再次连上充电器，前50%只需要半个小时，功率27瓦。后50%，即便是关闭优化电池充电的选项，也要磨磨唧唧充1个多小时。好在我的日常并不会连续10几个小时没有充电器，毕竟我们办公室有个新能源配音君。续航王、充电王，这都 Pro Max 老传统了，有没有什么改变是颠覆的、痛改前非的？请注意你的用词，那叫今非昔比。我们现在的主摄是4800万像素，我看谁还敢说1200万像素是祖宗之法不可变。哎，你这不1200万像素吗？骗我！我们这个是4合1像素合并，4个像素合并成一个，4800万，这变成了1200万了。你需要4800万？没问题啊！打开破肉，不光有4800万，还是数码底片肉。打开 Pro RAW 之后，4800万像素来了。不过一张照片的体积大概是50到70兆，其他镜头也变成了1200万像素的 RAW， 每张是20到30兆。用之前可得想好手机空间够不够。进入专业修图软件调整会发现，14 Pro Max 拍的 Pro RAW 保留了更多暗部细节，而高光保留的并不算多。用它拍摄，你得铭记老法师语录：宁欠勿报。如果你在修图软件里打开 Pro RAW 是一片漆黑，不要担心，大概率是配置文件选错了，改过来就和在 iPhone 上呈现的一样。比起 Pro RAW， 拍之前要认真研究构图曝光，平常拍照我还是会把 RAW 关掉。14 Pro Max 直出照片有个明显的改变，就是在逆光下的 HDR 效果确实有进步，像13这样人景分离的情况，在14 Pro 系列已经缓解了很多。再来就是这颗2倍镜头，如果不是提前知道了这颗镜头是利用主摄 CMOS 上对应的1200万像素得来，我真的以为它就是一颗独立的镜头。从 0.5 倍到3倍镜头，颜色很统一，都是那种风格倾向不算明显，但稍微调整一下质感就能上来的色彩。日常记录没问题，就是真想搞点手机摄影，修图也很有意思。换到前置摄像头，自拍能对焦了，也能和后置一样拍出画面的虚实变化。如果你留意拍完一张照片，点开相册，照片的优化瞬间会被展示出来，并不影响前台照片拍摄。但这个过程，我总感觉蒂姆·库克在远程施法帮我 P 图。最后，就拍摄时的快感和直出色彩来说，我还真有点怀念前段时间用的小米 12S Ultra。不过换到视频功能，那还是 iPhone 的主场。如果单说视频参数、画质、防抖、色彩，14 Pro Max 似乎都能找到不同型号的对手，但这些对手始终不是同一台手机。这年头，咱就比一个综合实力。14 Pro Max 的视频拍摄功能和之前的 iPhone 一样，突出一个方便，日常 4K 60帧视频拍摄，画面稳定顺滑。这次视频里又多了运动模式，画面会被裁剪到 2.8K， 并需要充足的亮度，然后就可以拍出这样极其稳定的画面。
为了防抖，画质肯定会有损失。但拍摄这样的画面，我不需要稳定器，不需要后期防抖，还是2个字：方便。对于使用手机进行视频创作的人来说，这绝对是个不错的功能。毕竟网络分享压缩后，效果第一，画质第二。上一个让我这样喜欢的功能是延时摄影，在那之前我不知道我需要这个功能，但用了以后，这种时光流逝的画面就深深把我震撼，让我想要去了解关于延时摄影的知识。通过软硬件的迭代 ，iPhone 14 Pro Max 上的延时摄影有了现在这样更好的画质和更强的自动稳定。移动延时，手机自动优化，拍完就能分享，不需要后期稳定。所以现在用上运动模式时，即便它存在一个问题，大光比和 HDR 冲突，在拍摄时天空会闪，但我也会觉得只要把算法优化好就能改善，并且 iPhone 上的很多功能都是这样，慢慢的在变强。除了信号，你干嘛？哎呦，打人别打脸，这次也是有点进步的嘛，只是进步有点慢，至少能让你在山里打通电话了嘛。那好，我们严谨一点，除了信号 ，iPhone 上的很多功能都在慢慢变强，尤其是把它放在苹果的生态里，什么苹果设备之间的隔空投送、接力网页、电话、信息。甚至 Mac 调用 iPhone 直接拍照，都是在我们频道被反复说到的功能，不值一提。现在 iPhone 还能充当 Mac 的摄像头，同时拍出正视图和一个俯视图。如果你恰好还有一部 iPhone 和一副 AirPods 能在你拿起另一部 iPhone 开始播放声音时直接切换连接。你可以用 iPhone 的 CarPlay 拯救难用的车机。甚至目前为止，只有 iPhone 是可以完成拍摄、剪辑、回放全链路杜比世界的手机。还有，它的无障碍体验也是非常难得的存在。但我为什么还是觉得 iPhone 14 Pro Max 很无聊呢？广告之后告诉你。因为一部 iPhone 一般会有较长的更新周期，跟随系统更新，我喜欢的功能大多能出现在较早的机型上，除非是硬件不支持，比如 Touch ID 变成 Face ID。不然代数相近的 iPhone 很多功能都很接近，对于老手机是好事，但对于新 iPhone 硬件没有大提升，使用起来和老设备很难拉开大的差距。拉不开大差距没问题，他居然营销起了灵动岛。回看乔布斯当年的采访啊。The company's not any more successful. So the people that can make the company more successful are sales and marketing people. And they end up running the companies. And the product people get driven out of the decision-making forums. And the companies forget what it means to make great products. 这不就是在说今天的苹果？抛开营销的概念，我觉得灵动岛就只有2个用途：一，展示窟窿。2，向大家展示苹果公司 UI 设计师修补窟窿的实力。与其美化它，不如来解决问题。在我使用14 Pro Max 的这些日子里，它出现过的问题有：横屏显示通知栏看不到通知，要滑一下才能看到；全天候显示卡住，无法解锁，只能等一小会儿让它缓缓；自带爱啪啪假死；实况照片无法选择瞬间假死；戴耳机听着视频，视频后台只有一个爱啪啪的时候，爱啪啪被杀掉；微信拍照卡住不动；还有这个微信朋友圈大摆锤呀，喂，给我整笑了，太鬼畜了。虽然出现的几率不算高，但这些问题出现时，还是会让我怀疑这玩意儿是不是那个熟悉的可以信赖的果子。祖传降频在14 Pro Max 上依旧。这次的电影模式和之前的相比，并不算升级太多。为了直观的让大家看见效果，我用它拍了剧情部分。可剪辑的时候 ，Mac 上能剪辑电影模式的正版 Final Cut Pro 居然不适配了。而且，即便电影模式已经从1080升级到 4K， 苹果官方教程里传输电影模式最好的方法还是隔空投送。它对于传输小文件确实很好用，但这一堆素材几十个 G 属实太慢了，有线你这 USB 2.0 速度的闪电接口我就不指望。再来是 iOS 16的事儿，图片文字识别、实况照片、
快捷抠图本来都是不错的功能，但它们会在一张图上打架。我想播放，它抠图了；我还想播放，它文字识别了。关掉不实际，我还得用啊，还是改操作手势更合理。再看这个消息堆叠，不划开永远不知道底下还有，它合理吗？我接触 iPhone 很晚，回想我的 iPhone 初体验，那时安卓手机爱啪啪还比较蛮荒，动不动就趁我不注意帮我装个流氓全家桶。朋友向我推荐 iPhone 时是这样说的：你别看它没安卓旗舰气派，但是它能用2-3年不卡，还不会趁你不注意装个奇怪的爱啪啪。看这个，时间不对呀，你这个拿错了，哈哈。就是这样简单粗暴的推荐，让我买了第一部 iPhone 5C。我用它聊天、看书、听歌、学习，感受着爱啪啪间顺畅的切换。宿舍断网后，立刻开启4G，抢网速要先发制敌。之后还尝试了越狱，了解了一个封闭生态的利弊，学习了拆机。我确定揭开屏幕那一刻，是我第一次看到一块主板如此漂亮整齐。Lightning 接口在那时就能双面插拔，确实也很先进。iPhone 从外到内都给我带来了无数的快乐。之后我也以拍照、录像、稳定、生态、支付级指纹等等理由给身边的朋友推荐过 iPhone。今天的 iPhone 14 Pro Max 在旗舰机的行列里确实不弱，无论日常随手使用，还是面对各位压力测试爱啪啪，都能从容应对。但明显缺乏创新，吃老本。问题放在那里不去解决，把刘海改成灵动岛这种事居然能作为创新写在首页，这难道就是有恃无恐？行，苹果身体力行的给我上演了一出屠龙者变龙的故事。值不值得买？对于果粉来说，每代都会更换，购买不需要理由，但对于我这样的苹果生态里的普通用户 ，iPhone 没有必要每代升级。如果你的手机是 iPhone 11甚至更老的 iPhone， 升级到 iPhone 14 Pro 系列会有比较明显的体验提升，高刷、音质、续航、相机提升都能被感知。如果你只是想换一部手机，不考虑生态，文件传输用微信就能搞定，相机能拍清楚就行。对于 iPad、Mac、Watch、AirPods 都不感兴趣。其实比 iPhone 14 Pro 便宜2000左右的一系列安卓旗舰机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iPhone 14 Pro Max 不错，可以买，但没惊喜。iPhone 14 Pro Max Testway 主观综合评分6.75分。好，节目看完了，那你觉得这个 iPhone 14 Pro Max 能够得几分呢？请在下方的视频简介中寻找链接给它打分吧。另外呢，这个 iPhone 14 Pro Max 128G 的手机我们暂时不趴，暂时的，因为后面有 AirPods Pro 2的节目呢，还有其他的一些策划和节目在制作当中，那我们需要它来做一下群众演员。它完成这些使命之后呢，我们还是会把它趴掉，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淘宝店铺 Testway 值不值得买哦，还有一些好东西呢也在上面。在这里呢，先预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在这个期间呢，我们又推出了一个活动，是一个阶梯式的奖励哦。是什么活动？怎么参与 ？B 站动态会发布哦。我们淘宝评论上个电视啊，这位叫思路岔路口的同学说，衣服面料不错，领口的部分设计也比较舒服，很有包裹感，感觉风再大，衣服也能提供那种暖和的安全感，还送了一个精妙的小包包，支持 Testway， 谢谢你的支持。现在天气转凉了，大家一定要去 TSTV 值不值得买的淘宝店看一看卫衣哦。好，嘴用完了，我得去还了。
Testway， 帮你 try before you buy。不出错就已经很不错了。惊喜，你倒是给我解释解释，什么叫惊喜？惊喜就是突然有一天，什么刘海、灵动岛全部消失，不要在一个设计用4年，一款模具改又来卖钱。真要有一天你自己革了自己的命，在下一个计算平台还当老大，这就是惊喜。赞同的朋友们，别忘了点个大拇指。行，但我们还有一些库存，你清了再考。